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上次做了一个 OPPO 的原装车充的评测和拆解，大家都看到了品牌原装做工和各种参数，那都是很好的。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酷泰科的一个车充的评测，后续也会拆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车充的各种参数怎么样，属于什么水平。紫米酷泰科不是上次那个深圳的紫米哦，这个是米家的紫米，这个是李逵。现在我们可以叫它叫酷泰科。现在紫米的全部的工程师团队都加入了酷泰科。咱们话不多说，开箱评测。包装盒还是一如既往的灰色的色调，这里有酷泰科的标识，紫米车载充电器 EAEC 645瓦，然后这是紫米的英文 logo， 这是这个充电器的图标。盒子背面这里有一个充电器的实拍图片，然后这上面的规格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它输入参数是12伏 8.5 安，这个只能用12伏的，应该是不能支持24伏的啊。USB A 口最高功率是9伏2安18瓦， Type C 口最高功率是65瓦，双口同时输出的时候最大功率65瓦，这是它的一个规格的情况。然后我们把包装盒打开，里面有一个说明书，然后一个固定充电器的一个卡纸，充电器有一个塑料袋装着的，然后这就是咱们这个充电器的本体。充电器跟盒子的色调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这里有一个紫米的 logo， 这里有65瓦 Max 的标识，然后这边是它的规格信息。这里有一个 Type C 口，一个 USB A 口， Type C 口为黄色的舌片， USB A 口是黑色的舌片。这里有一个65瓦的标识，表示这个 Type C 口最大功率支持65瓦。这里有一圈透明的塑料，就是插到插头上应该是有灯光映射出来的。车充的话，上面要宽一点，下面要窄一点。上半部分的直径是33毫米，下半部分的直径是20毫米。整个车充的高度是82毫米。这个车载充电器连盒子一起的重量是59克，单充电器的重量是41克。拿到手上还是不算大的，还是挺小巧的一个车载充电器。外观部分看完了，我们就进入测试环节。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充电器两个充电口的 USB 协议支持的情况。插上去过后，这里有一圈蓝色的氛围灯。我们来看看 USB A 口支持的快充协议， QC 3.0 的5伏9伏12伏，三星 AFC 的5伏9伏15瓦，华为 FCP 档位的5伏9伏18瓦。也就是说，这个 USB A 口最高功率只能到18瓦。这是这个充电器 Type C 口支持的充电协议的情况，那比 A 口多很多啊。我们来看一下，它支持 PD 2.0 的45瓦， PD 3.0 PPS 5伏至21伏的最高应该是65瓦啊，这个标准63瓦了。然后 QC 3.0 的5伏9伏12伏20伏，还可以支持 QC 4加。然后三星 AFC 的5伏9伏12伏的25瓦，华为 FCP 的5伏9伏18瓦， SCP 档位的 3.6 至12伏 2.5 安，最高功率30瓦。用这个充电器的话，大家最好是准备一根 C2C 的线。看完充电协议，我们就进入实际充电测试。我们先测试华为荣耀系列的手机，这个是荣耀 X50， 可以启动超级快充。我们采集一下数据，我们是从 14% 的电充到 91% 的电，充电耗时57分钟左右。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最开始的时候是26瓦的功率，大概持续了7分钟，然后降到19瓦的功率，充了2-3分钟，然后又涨到25瓦左右的功率，大概充了10分钟，开始逐渐下降功率，然后降到17瓦，大概充了20分钟左右。大家看一下温度图，温度的话，最高温度35度，还是一样的啊。vivo 系列的手机激活不了快充，只是显示的正在充电，咱们就不测了，直接 pass。小米系列的手机，咱们还是用这个红米 Note CT Pro 进行测试。咱们这个手机现在是没有电的状态，可以直接激活67瓦快充功能。这一个红米手机全程充电42分钟左右，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40瓦的功率持续了大概12分钟，然后慢慢的降功率，降到35瓦的功率，大概充了6分钟左右，然后降为27瓦的功率，充了4分钟左右。
然后逐渐的降功率，充到90%，它就降为5伏的基础功率，这个功率很足的啊。充小米手机的话，那是没问题的，因为酷泰科毕竟是小米生态的企业嘛。然后温度的话，大家看一下，最高温度39.3度。OPPO 系列的手机，咱们就用1加的 A12 Pro 来测试。这个手机可以显示快速充电，这个手机现在充了97%的电了，充电耗时1个小时15分钟。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充到90%，全程都是17瓦的功率，非常稳定的17瓦的功率。然后90%以后，它就下降功率，电压一直维持在9伏没变，最高温度它一个尖峰到33度的位置。然后其他的时间都是在32度左右徘徊。苹果手机还是用苹果13来充电测试，这个手机现在是没有电的状态。这个苹果手机充电耗时时间1小时38分钟。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前面就是逐渐的上升功率，9瓦的功率大概持续了13分钟左右，然后上升到18瓦左右的功率。大概充了20分钟，然后降为12瓦的功率，充了7分钟左右，然后降到7瓦的功率，充了几分钟，这个电就充到80%，它的功率就降为5伏的基础功率，一直涓流充电，充到现在。然后温度的话，最高18瓦的功率，它的最高温度的时候也只有33度。这个满功率的烤机测试的话，用了我手上几个大功率的充电模块，拉到最大功率的话，最高只能拉到40瓦左右。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40瓦的功率持续的运行了55分钟。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稳定了过后，我们才开始停止的，最高的温度在48.3度。我们这个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环境只有14度左右啊。前面的快充部分测试完了，我们现在就是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2个输出口同时输出的时候，它的功率是怎么分配的。我们先启动 A 口 ，A 口我们用的一根 A2C 的线，我们启动 A 口的最大功率。A 口的最大功率实际上是可以到28瓦左右的功率。我们接上 Type-C 口，这边就会断流，然后重新分配功率。A 口就变成了16瓦左右的功率 ，Type-C 口的话就是42瓦的功率。我们先接上 Type-C 口，让它启动最高功率42瓦，然后我们再接上 USB-A 口，这样的话 Type-C 口是不会断流的 ，USB-A 口还是16瓦左右。我们这样测试下来，它2个充电口总的输出功率大概是在58瓦左右的实际功率啊，也跟它标的65瓦是差不多的。然后就是 USB-A 口，它的实际最高功率28瓦的输出功率。2个口同时输出的话 ，USB-A 口马上就变成了16瓦的功率。Type-C 口始终是大功率，这就是2个充电口同时输出和单独输出的情况。我们现在要测试的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它的文波输出的情况，分别测试一下各个档位的空载和负载文波输出的情况。这是这个充电器5伏的空载文波，大家看一下，酷泰科的文波控制十分到位啊，只有10毫伏，5伏3安，15瓦的功率，它的文波的话大概也只有10毫伏的样子啊。这个充电器的9伏空载文波也只有10毫伏，25瓦的功率的情况下，它的文波一样的啊，也只有10毫伏左右。它的12伏空载文波30毫伏，大家看一下这个波形特别稳定啊。12伏3安36瓦的功率，它的文波是，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字是50毫伏跳动。15伏的空载文波一样的啊，10毫伏，45瓦的功率，大家看一下它的文波情况，只有30-40毫伏，非常稳定，这就是高级别的电源。20伏的空载文波，大家看一下，也只有10-20毫伏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20伏的满载功率啊，我们现在是拉到20伏的2.5安，实际上也只有40瓦左右的功率。我们再加一点电流的话，它就会保护了，直接就没有输出了。大家看这个表一直在跳动，我们降一下，最高就是40瓦左右的功率，这是它的实际功率。难怪我们前面测试满功率的时候，它就个40瓦左右，这是它的最高的输出功率。这个充电器我们拉出来的最大的功率45瓦，最大的功率文波情况的话，也没有超过60毫伏。大家看一下这个文波。这一个酷泰科紫米的65瓦车载充电器的测试部分，咱们全部都做完了。这一个 Type-C 口实际功率没有65瓦，大概在45瓦的样子啊。
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原因。我这个充电器，反正我测出来这个没有到65瓦，反而是这一个标称最高功率只有18瓦的一个充电口，它多了10瓦的功率，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下一期咱们就是把这个充电器拆解开，让大家看一看这个文波控制如此到位的车载充电器内部究竟是什么样子。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一期拆解它。